富有童趣和爱心的宋爷爷给瑞宝和辉宝在小亭子上用竹子插了一个小竹林。宋爷爷的脑洞总会给姨姨们出乎意料的惊喜。宋爷爷陪着姐妹俩在人造竹林里玩耍了一会儿，宋爷爷伸出手想和辉宝击掌，辉宝秒懂爷爷的意思，立马迎合爷爷。宋爷爷和姐妹俩玩耍了一会儿离开，爷爷离开后，姐妹俩便沉浸在了这稀疏的竹林里。现在姐妹俩开始长恒牙了，所以开始对竹子产生强烈的好奇，不仅开始觉得竹子美味，也可以用竹子来磨牙。一会儿，江爷爷又来到园区，江爷爷灵活地爬上小树。姨姨们以为爷爷这是要教姐妹俩爬树，仔细一看，原来是在给小树上的绳子剪掉。而此时的瑞宝跟在爷爷屁股后面跑来跑去，而之所以要剪这根绳子，是因为早上时瑞宝爬到了眼前这个小树的顶端，但在小树中间却凭空多出来一根绳子，这让瑞宝无法再往上爬去。江爷爷在看到这一现象后，立马来到园区进行处理。绳子不仅妨碍了瑞宝爬树，甚至还会给姐妹俩造成安全问题，因为绳子在有些时候也是很锋利的。江爷爷处理完绳子后离开，而爱宝这里则一直都在默默地吃着竹子。爷爷的到来和离开，爱宝没有丝毫的波动。爱宝对饲养员100%的信任，就是对饲养员们的服务最好的认可。看着瑞宝在爷爷怀里这奶乎乎的样子，谁能想到几千年前他曾是征战沙场的灵奇实体野兽，这奶乎乎的样子让人看了都想人手一只。宋爷爷将瑞宝搂在怀里的模样尽显治愈感，在这温暖治愈的氛围下，何谈悲伤和难过？说此时的瑞宝是个布娃娃也不为过，这还是源于宝家的基因强大。可以说，从最开始爱宝和乐宝的小时候，宝家成员就开始轮流治愈这两个爷爷和韩国的粉丝们，而且因为他们每只熊的发光点还大不相同，所以粉丝们也不会感觉到审美疲劳。在江爷爷到中国接乐宝和爱宝去韩国时，此时治愈着江爷爷的是乐宝。乐宝的出现让江爷爷觉得大熊猫并不是那般不好接触，反而能给人一种很亲近的感觉。乐宝的自来熟一整个俘获了江爷爷的芳心。而将乐宝和爱宝接回国后，此时爱宝又开始治愈爷爷。江爷爷曾在节目中说过，爱宝的性格就像是一个女中豪杰，一旦和她建立了情感联系，那她永远都会信任你。再到福宝的出生，福宝平时虽然调皮不懂事儿，但是福宝每次到了关键时候，总能给人一种自己家的孩子长大了的感觉。当福宝独立时，以后爷爷们就不能随意去到福宝的房间陪福宝玩耍了，甚至在园区接触福宝的次数也要尽量减少到0。而这时被安慰的反而不是福宝，而是爷爷。福宝将手搭在爷爷肩上，让爷爷不用担心自己，表示自己已经长大了。再到福宝回国时，不管是从早上的出发，还是中途在飞机上，福宝的状态始终都像是在安慰爷爷，让爷爷不用担心和难受，自己会好好生活的，而且自己也会把自己照顾好的。福宝总是会在关键时候会给予人一种神奇的安慰，同时往往就是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才最抚凡人心。这也是为什么福宝一直被中韩两国的粉丝称为是一只会带来幸福的熊猫。福宝走后，现在轮到瑞宝和辉宝治愈爷爷和姨姨们，而相信瑞宝和辉宝也一定会做得很好的。在福宝出生的第1354天时，也就是福宝在韩国营业的最后一天，韩国的一档综艺节目采访了许多的福宝粉丝，问粉丝们究竟是什么理由而喜欢福宝，福宝为什么会在韩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姨姨们答案都是一个类型，就是福宝带给自己了快乐和幸福，但这个快乐和幸福又对每一个姨姨们来说则是不一样的。没有人知道福宝具体治愈了姨姨们什么，只知道在那段没法出门，每天都需要隔离的日子里，是福宝那充满生命力的样子一直在陪着姨姨们。福宝将姨姨们的心凝聚在了一起，姨姨们对福宝的离开和不舍是真的，流的泪也是真的。而同时，爷爷们之所以也这般受欢迎，也是因为他们为人礼貌友善，就算遇到陌生的游客问自己问题，不管他们是否能听懂或理解，但他们也都会耐心地为其解释。例如为将爷爷和宋爷爷节目做剪辑的姨姨，每次在遇到一些宝家很可爱的动作时，姨姨搞不懂，就会立马打电话问江爷爷他们是想表达什么。例如之前福宝回国前突然出现一段时间经常打滚的现象，姨姨问江爷爷是不是有什么原因，江爷爷在电话里为姨姨讲解道，这种行动夸张的表现是因为福宝在发情期所以才出现的。江爷爷仔细为姨姨讲解着福宝的近况，这样姨姨就可以更好的去理解福宝，去完成一些更贴切的字幕内容。福宝和爷爷的大火离不开姨姨们，而如果没有爷爷，对福宝那充满生命力的样子
进行记录和分享。姨姨们也不知道如何度过那段充满消极情绪的日子。这也是为什么福宝的火与其他大熊猫不同。姨姨们知道为什么没有在园区见过瑞宝和辉宝的亲团吗？这周圣熙阿姨在采访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圣熙阿姨表示，这是因为双胞胎在园区方便完后，爱宝便立马为其处理掉了。没错，就是姨姨们想的那样，就是都给其吃掉了。因为这是野生大熊猫在野外抹去自己痕迹最简单直接的方法，这样可以保护自己的幼崽不被敌人发现，而且这个方法也是最有效的。当然，到了它们能够产出完整亲团时，爱宝便不再为其进行清理。像福宝现在3岁的熊猫，每天的亲团量会在20斤左右。圣熙阿姨还介绍了饲养员们的日常工作，并不是单单的为动物们制作玩具。除此之外，饲养员们还要给园区打扫卫生。熊猫世界占地7000平方，建筑物总面积3300平方。而除了打扫卫生以外，还要负责管理树木、引导游客以及一些教育类的项目。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保管熊猫们所要吃的竹子。福宝一家所吃的竹子，并不是爱宝乐园所生产的，而是从韩国庆南河东的竹林里单独运送来的，每周固定运送2次，一次1000斤。圣熙阿姨还分享了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的竹子，那是因为在最开始时，我国的专家去实地考察了韩国好几个地方的竹子，而当时最终的打算是决定，如果韩国没有达标的竹子的话，那就从中国运输过来。但当我国专家看了河东的竹子后，表示这里的竹子很嫩很好，于是福宝一家所吃的竹子便就这样敲定了。而福宝一家吃的竹子名叫雪竹，隔壁小熊猫他们吃的也是竹子，不过他们和福宝一家不同的是，他们吃的是毛竹。熟睡中的瑞宝突然被妈妈拿着厚薄梗子拎了起来，瑞宝眼睛瞪得溜圆，心想这婆娘到底还要发疯到什么时候？就在刚才，爱宝从室外园区散步回来，心情就异常的亢奋。先是拿着瑞宝像是对待一个玩物一样，一通丢拉玩耍。瑞宝则不服气地挥动着小拳吹火妈妈，这2下气势很足，但力度像是在给爱宝挠痒一样。瑞宝等了一会儿，眼看妈妈算是消停了，爬到了小滑梯上，想要休息一会儿，哪知还没等瑞宝睡着，爱宝就又来到了瑞宝的身前，咬着瑞宝后脖梗子就给其拎了起来。瑞宝眼睛瞪得溜圆，一时没分清自己这是现实还是在做梦。爱宝拎起瑞宝后对瑞宝说，睡觉要像妈妈这样睡起来更舒服。此时瑞宝心里有数万匹羊腿在奔跑，心想我真的谢谢你了，我那充满爱的老母亲。此时的瑞宝只想寻求一份安静，安安稳稳的睡一会儿。而爱宝一回头发现瑞宝跑了，立马跟下去，重新给瑞宝放回滑梯平台。爱宝这是在跟瑞宝传授自己的生存本领，只是瑞宝现在还不懂。直到一会儿，爱宝听到了通道门传来了声音，爱宝丢下瑞宝头都不回的就走了。爱宝走到奶爸的通道门口，跟奶爸讲可以给自己开门了。爷爷收到爱宝的回复后，立马给爱宝把门打开，让爱宝回了家。而刚才瑞宝受伤的小心灵也将由宋爷爷对其进行安慰。宋爷爷这次给姐妹俩带来了雪竹。宋爷爷看着在树上困成恶宝的辉宝，用手机记录了一下其样子，然后便转身先去了瑞宝那里。宋爷爷将一根雪竹递给瑞宝。此时的瑞宝经过刚才被妈妈的折腾，现在又困又饿。宋爷爷这时转头发现辉宝醒了过来，急忙过去给辉宝送竹笋。辉宝这睡觉姿势也有点福宝姐姐的，这脑充血睡姿，妥妥宝家的标志性睡姿。不管怎么样，宋爷爷也心满意足的让姐妹俩都吃上了自己亲手采摘的雪竹竹笋。宋爷爷这位竹笋的比吃竹笋的还要开心。江爷爷和宋爷爷今天又给姐妹俩送来了好东西。此时爱宝正在室外园区，爷爷们是打算让姐妹俩独自享受这专属于自己的小玩具。这时姐妹俩正慢慢从通道门口里往外走，而2个爷爷此时已经在小亭子上等候多时了。辉宝率先爬了上来，而瑞宝紧跟其后。这巧合加上默契，姐妹俩对于爷爷的分配总是辉宝找宋爷爷，瑞宝找江爷爷。姐妹俩来到小亭子上后，2个爷爷先是给姐妹俩投喂了小苹果。辉宝心太急了，吃到小苹果后又看到了胡萝卜，还没等嘴里的小苹果咀嚼完咽下去，就给其吐出来了，然后赶紧吃胡萝卜。辉宝真是个急性子。一会儿2个爷爷离开了，留姐妹俩自己在园区。不过紧接着辉宝突然跑走了。辉宝是听到了通道门打开的声音，不过辉宝根本没看清进来的人是谁。等发现进来的人是江爷爷后，又突然停住了。辉宝先行动再思考的性格真是给自己坐实了。姨姨们总是看不懂辉宝在忙什么，而或许对于辉宝来说，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
而瑞宝就在辉宝四处忙碌时，偷偷给辉宝的小零食也吃光了。最后，辉宝叼着冰丸打算离开，园区里也没有别人，也不知道辉宝要给其带去哪儿。辉宝像极了人类在职场中打酱油的模样，明明一天下来什么事儿也没完成，但总感觉自己一天忙得不可开交。看到今天韩国人发的辉宝今天在园区的样子，恍惚间将辉宝看成了福宝。韩国姨姨的这个视频封面，辉宝和福宝的神似程度高达 99.9%。如果不是点进去后看到辉宝跑到了江爷爷刚种植的芋头苗前，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真的以为这个视频是福宝的小时候。反应过来才发现，瑞宝和辉宝原来已经长这么大了。辉宝对着芋头苗一通破坏后，转身跑去了妈妈身边。辉宝这2步路跑的也和福宝不要太像。辉宝跑到小木床上后，爱宝听见声音一下警惕了起来。爱宝让辉宝不要上来烦自己，辉宝不听，就是想黏着妈妈。爱宝从小滑梯上下来，一下给辉宝叼进了怀里。辉宝现在也到了最抗揍的时候，而当辉宝被爱宝拉起来的那一下，再次让我恍惚了。辉宝这一举一动明明就和福宝一模一样，同样的对妈妈的不服气，对妈妈的反抗。不知爱宝在和辉宝玩耍时，有没有一种莫名的记忆涌上心头。辉宝在妈妈怀里一通折腾，始终没有要认输的样子，甚至反给妈妈压在自己的身下数分钟。爱宝最后受不了辉宝的折腾，一用力给辉宝从床上扔了下去。等姨姨第2次排队回来，爱宝去了室外园区玩耍，辉宝来到了小亭子上练习吃竹子。看辉宝这迷离的小眼神，看起来应该是很困了，但是辉宝就是不想睡，想要多玩一会儿。这时圣熙阿姨走了进来，来给爱宝收拾竹子，顺便还给辉宝带了一块巨大的胡萝卜。辉宝看到胡萝卜后，竹子也不吃了，立马抱起胡萝卜开啃。就在辉宝啃胡萝卜时，爱宝从室外园区走了回来。辉宝听见声音后，立马爬起身走向了妈妈。今天辉宝居然在胡萝卜和妈妈之间选择了妈妈，而此时的瑞宝则坐在树上，一边默默地看着妹妹，一边吃着竹子。辉宝来到妈妈身边后，没有抢妈妈的竹笋，而是从妈妈身边捡了一片竹笋叶啃了起来。爱宝以为辉宝捡了自己什么好东西，还凑上前确认了一下，确认辉宝拿的只是竹笋皮后，便放心了。爱宝重新坐好，开始吃接下来的竹子。虽然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在熊猫界雄性大熊猫是不会去照顾自己孩子的，但对于第一次了解到这个事情的人来说，还是很震惊的。 사실은 아빠가 육아에 전혀 참여를 하지 않습니다. 아빠가 육아에 전혀 참여를 하지 않습니다. 원래 딱 짝짓기가 끝나면 바로 떠나버려요. 또 다음 짝을 찾는 시기에 虽然大熊猫很可爱，但雄性大熊猫却都宛如渣男一般的存在，育儿贡献度为0，来年再去找新伴侣。对于自己的孩子，更是连看都不看。不过对于圈养大熊猫，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尤其是乐宝，韩国只有爱宝，所以乐宝只能终其一人。 甚至乐宝自成年以后，除爱宝以外，都没有见过别的雌性大熊猫。而爷爷们为了培养乐宝的难得，还特意给乐宝准备了一个课，让乐宝学习认识自己的女儿。那就是爷爷们特意为乐宝剪辑了福宝的视频，给乐宝观看，并在旁边对其进行讲解。不过乐宝对其并不感兴趣。除此之外，江爷爷还表示，虽然福宝一家都是圈养的动物，但他们也要和野生大熊猫一样，不能让其彼此见面。 乐宝是永远无法与福宝见面的，瑞宝、辉宝亦是如此。 러바오는 평생 푸바오를 못 보는 거예요? 그렇죠. 这次在节目中，宋爷爷还讲到，为什么在福宝小时候玩具不断？原来宋爷爷曾给自己立了 flag， 일주일에 한 번 정도는 꼭 해줘야겠다。 就这样，宋爷爷慢慢坚持下来，回头发现自己技术越来越精湛了。在遇见福宝一家之前，宋爷爷是没有手工制作玩具的，更别说这种大物件了。 宋爷爷表示，也是因为宝家，才让自己发现了自己还有这样的能力。江爷爷被自己的2个小孙女爱得合不拢嘴了，满脸慈爱。昨天韩国爱宝乐园下着大雨，虽然才上午，但是天却黑得厉害。不过这仍然阻挡不了姨姨们去看瑞宝和辉宝的心，尤其是瑞宝和辉宝的站姐，更是风雨无阻。此时姐妹俩刚出门，有些困。 凑在一起，趴在小树上睡着了。或许大熊猫也喜欢在下雨天睡觉，更何况室内园区还有恒温空调，不冷不热的室内，再搭配上窗外的雨声，这让瑞宝和辉宝睡得很是安逸。姐妹俩安心睡觉，爱宝独自营业，而暖男乐宝此时也没有睡，正在隔壁园区陪着爱宝。乐宝的大竹笋一吃一个不吱声，而昨天的雨下了整整1天，乐宝1天都在室内玩耍。 而爱宝也是一样，一直都在室内陪伴姐妹俩。不过爱宝和姐妹俩这1天里，彼此都活在对方的惊吓里。开始时，爱宝在饮水盆前喝水，辉宝突然走了过来，吓了爱宝一跳，差一点这巴掌拍瑞宝脸上了。说大熊猫胆子比较小的，
看来也都是有依据的。爱宝喝完水后回家休息。此时江爷爷来到了园区，给爱宝收拾吃剩的竹子以及放置新的竹子。这次爷爷给爱宝放了一块大胡萝卜。瑞宝发现胡萝卜后，来到小亭子上偷吃。不过很快，爱宝就从通道门里走了出来。爱宝一眼就看到了瑞宝在偷吃自己的胡萝卜。瑞宝灵动的小眼睛透露着满满的慌张。当听到妈妈脚踩在竹子上的声音后，更是吓得一激灵。但胡萝卜却被瑞宝一直牢牢地抓在手里。爱宝走上前，将瑞宝摁在身下，试图给胡萝卜抢过来。而瑞宝抱着胡萝卜，拼命往嘴巴里塞，心想能多吃一口是一口。而爱宝对身下的瑞宝也没有客气，摁住瑞宝的头，一把就给自己的胡萝卜抢了回来。以后饲养员们出门，怕是要先尝尝。瑞宝和辉宝开门的手法真是越加熟练了。今天江爷爷差点一个不注意，又让辉宝给留回房间。前2天在宋爷爷的纵容下，姐妹俩现在对于如何开门已经掌握了一定技巧。早上江爷爷来到园区后，一身轻松地向小亭子走去，结果发现辉宝没有跟上来，转头发现自己要是晚点，辉宝都快跑屋里去了。被江爷爷阻拦后的辉宝明显是在嫌弃爷爷多管闲事儿。爷爷，你不要多管闲事儿。江爷爷试图引走辉宝去到别的地方，但是辉宝不上当，辉宝几次被爷爷推倒，于是把自己心中的怨气和不满全发泄在了不会还手的南天宝身上。看到这一场景的江爷爷着急的直接给他追上，想让辉宝起来，但又不想阻止辉宝释放他的天性，同时又很心疼自己维护已久的南天宝，一下就给江爷爷整纠结了。而且如果去抱辉宝的话，万一辉宝给南天宝抱着不撒手，那结果就是南天宝被连根拔起。此时的江爷爷只能在旁边看着，而辉宝这算是找到了爷爷的软肋。大熊猫也是能看懂人的情绪变化的，看到爷爷不敢过来后，辉宝掉头走向了门口，再次尝试开门回家。江爷爷占着身高优势，从上方给门紧紧摁住，同时用另一只手骚扰辉宝。生气的辉宝追着爷爷直转圈儿，就这江爷爷扶着门的手都没放开，眼见追不上，辉宝索性直接抱住了爷爷的大腿耍赖。江爷爷将辉宝推开，辉宝就顺势再次走向通道门。等江爷爷再次给辉宝推开时，刚好给气推到了南天宝前，这让无辜的南天宝再次受伤。眼看辉宝这般无赖，江爷爷索性回去将门牢牢锁上了。爷爷回去后，辉宝还在尝试将门打开，小手用不上力，还试图用开，想将门上的锁咬坏。辉宝这学习能力放在人类里面，怕是能上小学了吧。今天宋3岁破天荒的在爱宝回家休息的时候，把瑞宝、辉宝也喊了回去。结果等饲养员们给爱宝放置好新的竹子和小零食后，瑞宝不出来了。这时宋3岁慌了，宋3岁赶紧钻到通道里去呼喊瑞宝，差点又闯祸。原本今天宋3岁想着是让爱宝回家休息，但爱宝这时刚从室外走回来，想休息一下再回去。而姐妹俩这里的动作有点快，辉宝看到通道门开了，急得直接从小亭子上跳了下来。爱宝这里坐了一会儿，喝了口水，这才往家走。这次的工作量有点大，出动了3个饲养员，圣熙阿姨和另外一个姨姨负责搬运新竹子，宋3岁负责收拾刚才爱宝吃剩的竹子。新的竹子放置好后，爱宝率先走了出来。爱宝来到小亭子上，看了一眼没有新竹子和小零食，转头直接走向小木床。结果瑞宝和辉宝这里不想出来了。虽然爱宝此时还在园区，但宋3岁依旧淡定地走来了园区。紧接着辉宝看到宋3岁来了，立马跟了出来。而瑞宝这里因为不出来，宋3岁直接钻进通道门口去接瑞宝。在宋3岁一顿甜言蜜语的攻势下，瑞宝终于走了出来。不过瑞宝、辉宝出来没一会儿，又到了下班点。其实瑞宝刚才就没想出来，要不是给宋3岁个面子，自己就直接休半天班了。所以这一到下班点，瑞宝看到通道门打开，这觉也不睡了，直接从小树上下来，楼梯都不想走，直接从小亭子离通道门口最近的地方下来，然后第一个跑回了家。接着是辉宝，辉宝犹犹豫豫的，但好在也没有爷爷催促。而对于爱宝，宋3岁则是直接送来2块小苹果，一块放在小车上，一块放在小亭子上。宋3岁总喜欢耍点自己的小聪明，不过爱宝也没难为宋3岁。爱宝吃完小亭子上的小苹果后，就直接回家了。而小汽车的小苹果，爱宝都没吃。爱宝是在暗示宋3岁，以后不要搞这种哄小孩的把戏，有事儿直说。爱宝今天下班一点前摇也没有，这速度不光圣熙姨母和宋3岁看呆了。此时的爱宝和辉宝都还没有反应过来。今天爱宝和姐妹俩在下班的前几分钟里，正躺在小木床玩耍。此时瑞宝被爱宝搂在怀里一顿宠溺，像极了爱宝对他这宝贝女儿怎么爱都爱不够的样子。
瑞宝跟妈妈玩耍完，爬到了小滑梯上去找妹妹。这下母女3个就凑到了一块儿，堪称一副完美的母慈子孝画面。隔壁的乐宝此时正趴在面前，注视着爱宝和自己的2个女儿。乐宝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爱宝那边，一动不动。乐宝此时正心生羡慕，想要过去和爱宝一起过着温馨日子。而姐妹俩这里就这样在小滑梯上给他的老爸尽情展示着自己的可爱。瑞宝此时仿佛将自己幻化成了一条鱼，从滑梯上滑到小木床上，最后又从小木床上滑到了地下。而辉宝这里又上了超雄症，妈妈一阵打闹，想要压住妈妈不让妈妈起来。瑞宝滑到地上后，随后捡起了妈妈刚才吃剩的竹子，拿起来磨牙。就在这母女3个尽情展示这母慈子孝的画面时，通道门这时打开了。此时爱宝正被辉宝骚扰着，还没有注意到通道门的打开。瑞宝这里正忙于啃竹子，没空回头查看。宋3岁眼瞅这娘3个回过头了，于是来到园区提醒他们。就在宋3岁来到园区收拾竹子时，瑞宝一转头看到爷爷来了，立马冲着爷爷跑了过去，但速度还是慢了一些。等瑞宝追上宋3岁时，宋3岁已经关上门走回办公室了。而瑞宝这里也没有过多的犹豫，直接掉头走进了通道门口。宋3岁也没想到今天先回家的居然会是瑞宝而不是爱宝。紧接着辉宝在宋3岁的吸引下也从小滑梯上爬下来了。辉宝下来后因为没有追上宋3岁，也是直接径直回了家。而爱宝这里就不用烦恼了，爱宝向来听话，爱宝就这样跟在辉宝后面一起走了回去。今天的收熊不仅让宋3岁体验感满满，而且因为姐妹俩的配合，还让宋3岁很有成就感。爱干净的辉宝粘在玻璃上的相机，想要将其擦掉。辉宝心想，这黑乎乎的东西是什么？粘在玻璃上都挡着姨姨们看我了，我要给它擦掉。这周姐妹俩开始爱干净了。早上盛熙姨母接姐妹俩上班，瑞宝这里正在清理自己的小尾巴，给自己的小尾巴舔个不停。等瑞宝给自己舔舐干净后，将爷爷这里已经在通道门口等了很久了。姐妹俩这出场方式还略有不同。瑞宝走出园区后，在爷爷身边翻滚撒娇。辉宝这里看到爷爷后，则是突然加速。辉宝遗传了他爸的直男性格，不爱整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姐妹俩出门后，第一时间来到自己的小汽车上，开始在小汽车上打滚玩。送爷爷之前，为了防止姐妹俩争夺打架，所以特意给小汽车做成了前后2排。但是姐妹俩还总是喜欢挤在一起。这周姐妹俩的咬合力又有了很大的进步。姨母给的这种稍微软一点的竹子，对于姐妹俩来说可以轻松咬断了。除此之外，对于竹叶，姐妹俩现在吃的也是越来越多了。有时辉宝为了挑战自己，直接拿起妈妈的超大根竹子，想要把其吃掉。辉宝一天总是忙忙叨叨的，虽然不知道辉宝每天都在忙什么，但是看上去真的很忙。因为宝在自己的日子里，爷爷说大熊猫咬对方的鼻子就是在传达对它的爱。今天我给妹妹的鼻子咬了大大的一口，这下妹妹就知道我有多么爱她了。最近瑞宝和辉宝早上上班时，太阳越来越大了。现在姐妹俩每天早上出门时，因为太阳太过于刺眼，导致姐妹俩都不想出去。瑞宝凑在门口，小心试探着适应外面的光线。这一天，姐妹俩适应的太久了，游客们都已经来到园区了，于是圣希阿姨便出手了。瑞宝看到姨母来了，挤进姨母怀里，让姨母摸摸。瑞宝直接可爱成了球，这娇滴滴的模样让圣希姨母根本把持不住，将瑞宝放到怀里一顿揉捏。而叫辉宝上班的方式与瑞宝有点不同，带辉宝上班只需要圣希阿姨伸出自己的皮靴，辉宝看到皮靴后就会立马跑过来抱住。而此时的瑞宝已经开始在园区肆意的玩耍了。辉宝这里还在抱着圣希阿姨的皮靴和皮靴贴贴，辉宝就这样抱着圣希阿姨的皮靴，不想再松手。圣希阿姨看准辉宝时机，严禁体内。辉宝眼看圣希姨母走了，立马跑去找姐姐。辉宝爬上树后就开始挑衅姐姐，但咱瑞宝只是比较文静，也不是面团捏的。为了反击辉宝，瑞宝一口咬在了辉宝的额头上，辉宝额头上的皮套都被咬出印记了。而挨揍后的辉宝非但没有远离姐姐，反而又凑了上去。瑞宝回头看到辉宝又过来了，这次瑞宝直接瞄准辉宝的鼻子就来了一锤，表达自己对妹妹的喜爱。辉宝发觉不对后，急忙推开姐姐，表示这样自己会变成大鼻子，那样自己就不漂亮了。一会儿姐妹俩分开后，圣希阿姨还偷偷观察了一下辉宝的鼻子，发现辉宝的鼻子真的有变大，
左边的鼻孔看上去明显比右边的鼻孔大许多，姨母表示这样看上去反而更可爱了。而园区里没有镜子，如果辉宝看到自己的鼻子被姐姐咬大了，一定会当场报仇的吧。圣希阿姨像往常一样抱着竹子来到园区，但今天与其不同的是，瑞宝此时正被看门口。瑞宝看到圣希阿姨走后，先是回头确认了一下圣希阿姨有没有发现自己，确认圣希阿姨没有注意到自己后，瑞宝嘴角止不住的上扬。此时瑞宝的计划已经完成一半了。瑞宝走到通道门前，一下站了起来。就在姨姨们以为瑞宝根本没法打开通道门时，下一秒通道门就神奇的被瑞宝扒开了。这一幕直接震惊了在场的所有游客。通道门打开，瑞宝淡定且自然的走回了房间。瑞宝自己给自己下班了。瑞宝爬回房间后，圣希阿姨才反应过来瑞宝不见了，立马跑回去给瑞宝抱回来。以瑞宝现在这聪明程度，如果再给瑞宝加以引导，将通道门开开，完全可以让瑞宝自己上下班。瑞宝这毛大衣里面的小孩一点也不舒服，宝毛皮大衣里面的小孩。瑞宝不愧是宋爷爷口中懂得思考的小熊。 루이는 노는 것보다는 좀 더 잠잠해 숲속의 공주 같은 그런 有勇有谋，是一只有自己想法的小熊。这也让不少一表示，瑞宝和辉宝真的是向着自己的名字长的。而瑞宝现在所展示出来的才智和心智，完全不像是一只仅有300天的大熊猫。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宝家所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宝家成员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和工作，总是很容易让游客们共情。 在昨天，圣希阿姨和江爷爷来到园区接姐妹俩下班，顺便给姐妹俩喂奶。辉宝这里不知是不是因为爷爷和姨母来到园区的原因，心情格外兴奋。人家瑞宝和陈小希来吃饭了，辉宝这里还挂在树上，等待着和爷爷玩抓自己的游戏。直到辉宝看到爷爷连连摆手，没有要过来的意思，辉宝这时才跑了过去开始吃饭。这大大咧咧的女人，得像是一个女孩子。而瑞宝这里此时已经吃完了。 瑞宝吃饭的这几个眼神和动作够辉宝。今天在妈妈和爷爷的陪伴下，姐妹俩又度过了一个朴实无华的一天。早上，宋爷爷举着自己的自拍杆来到园区，此时的瑞宝又在欺负南天宝了。宋爷爷不敢过去，因为过去了，瑞宝就该改成欺负自己。很快，坐在小滑梯上的爱宝跑前去，冲下来就将瑞宝撞翻在地。爱宝开始教育瑞宝。 表示园区里的一花一物都需要精心呵护才行。爱宝的教育总是那么到位，每次爷爷们看了也都很欣慰。爱宝关键时刻出现在姐妹俩的身边，爷爷们有时看了都感觉很爽。尤其是姐妹俩犯错时，两个爷爷都在暗自鼓励爱宝揍她。 제가 그런 마음을 먹을 때 아이바오가 조절하거든요. 등짝 스매싱인가 봐. 잘한다 아이바오. 그래. 이런 느낌으로. 而此时，辉宝正在树上看热闹。 难得辉宝这次没有挨揍，辉宝试图给自己调整到一个最佳观影位置，小手和小脚撑在树上，撅着性感的小翘臀，样子很是可爱。宋爷爷这里则开始为姐妹俩打扫园区了。瑞宝像是个跟屁虫一样，要么抱抱爷爷的大腿，要么就跟在爷爷屁股后面，爷爷去哪里，瑞宝就跟去哪里。等爷爷回房间后，瑞宝又爬上了小树。园区这么大，没有一个地方能让瑞宝待得超过5分钟。 瑞宝总感觉每一个地方都挺好玩，同时又感觉另一个地方可能会更好。等瑞宝安稳后，辉宝的活力又恢复了，姐妹俩玩耍打闹都是轮班制的，这让园区的南天宝一刻都得不到安稳。园区里的南天宝每天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过今天。辉宝欺负了一阵南天宝后，兜兜转转来到了饮水盆前。现在姐妹俩也喜欢上了喝水，不再只吃奶水解渴，现在已然有了一副大熊猫的模样。 尤其是辉宝，小肚哪没这样？宝乐园的天气越来越热了，江爷爷发现姐妹俩已有了想泡澡的想法，因为姐妹俩现在经常往爱宝的饮水盆里坐。江爷爷开始给姐妹俩安排夏日的降温工作。江爷爷来到园区，给爱宝的小泳池进行了清洗，然后给小泳池开闸放水，并在里面放置了一根竹子和一根竹笋。泳池准备好后，江爷爷来到房间，准备叫爱宝和姐妹俩 出去玩耍，此时姐妹俩正挤在爱宝怀里，可可爱爱的模样，一副想要来爷爷身边但又不敢的样子。可能是爷爷身边有人举着摄像机的原因，姐妹俩心想：园区外面的大炮怎么还跑自己家里来了？姐妹俩就这样依附在妈妈身边玩耍，直到姐妹俩玩耍一会儿后，
发现摄像机这里并没有什么能威胁到自己的举动后，才慢慢走上前，近距离观察。等一会儿，姐妹俩熟悉了后，姐妹俩便开始调皮的，一个劲儿的在镜头前刷存在感。将爷爷陪姐妹俩在房间玩耍了一会儿后，给爱宝和姐妹俩把通道门打开了。爱宝来到园区后，直接走向了室外园区，而姐妹俩出门后就被爷爷引导着来到了小泳池。辉宝这里早就得意这个劲儿了，二话没说，一屁股就坐进了小泳池里。而江爷爷这里这久违的玩水感又回来了，上次这样开心的玩水还是3年前陪福宝的时候。而此时的瑞宝就在树上看着这爷孙俩在下面玩，一点也没有想下去的意思。一会儿，辉宝带着自己那湿乎乎的身子来到了树上，跟姐姐分享着玩水的快乐。瑞宝一听也来了兴趣，瑞宝爬下小树，开始尝试去水池里玩耍。瑞宝下水的动作有模有样的，人里人气的，动作上小心翼翼的。瑞宝在泳池里泡了一会儿后，从泳池里出来。瑞宝明显是玩开心了，在地上打起了滚儿。刚才雪白的皮套一下变得脏兮兮起来。姐妹俩今天对泳池的体验很顺利，玩的也很是开心。就是一会儿又要麻烦爷爷了，需要爷爷来给自己擦身子。